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命苦人的手相，一辈子劳碌命。希望你不是。手是人体最重的部位之一，也是算命术中预测人吉凶祸福的关键。从手相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几何。如果你的手具有事业线淡薄、手掌干瘦这样的特征，那么你就是天生的劳碌命，需要后天不断努力来化解自己的命运了，才能福禄双全，好运连连。劳碌命有两种，一是一直在努力付出的人们，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是属于辛苦操劳的命；还有一种便是足够富裕，但是一辈子还需要操心，不能享福，一辈子都难以请仙下来的人的命运。下面就跟小酱汁一起来看看劳碌命的手相都有哪些特征吧。一、无名指过于短小。无名指短小代表小时候得不到父母亲朋好友的疼爱，家庭并不和谐。而且如果无名指比自己的食指还要长，说明有做生意的头脑，说不定还会发一次横财和意外之财。功利心比较重，赚钱的方式花样百出，只要是能赚到钱的工作都会去尝试去发掘，总是被利益驱使自己的内心，在工作上投机取巧的心理也会不可避免的。凡是想着怎样提高效率，却忽略了质量和过程，认为达到目的速度最重要，这样的人以后在金钱上很容易吃亏。二、事业线淡薄。我们都知道，手掌上有几条线，分别代表事业、生命和婚姻的运势。对于事业线淡薄的人来说，这就是劳碌命的手相。它意味着命主虽然拥有适合自己的事业，但很难通过事业获得想要的成就。这类手相的人往往在工作过程中会相当艰辛，必须经过十分刻苦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事业运势不稳定，如果想确保事业无忧，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这类人需要在各方面更加勤奋，才能弥补运势的不足。即使拥有才华，也需要更多的机会和支持，才能脱颖而出。总之，劳碌命的手相预示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换取应得的成功。三、才智线太短。有时很难专注于思考，要不是考虑因素很少，要不是太深思熟虑，做拿西瓜扔芝麻的事很容易。这项工作在最初几年会变得粗糙，但整体势头会好转。在初期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逐渐看到成果。即使面临挑战，也要保持耐心和毅力，逐步克服困难，取得进展。在情感方面，桃花运很好，但要注意运气不好。和异性相处时要谨慎，遇到合适的人要保持理智，不要被情感冲昏头脑。与异性交往时要多加观察，避免过于冲动，保持清醒，避免情感困扰，才能更好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机遇。注重自我提升，不断学习和成长，才能在事业和情感上都取得更好的发展。四、手指弯弯曲曲。手指弯弯曲曲也是劳碌命的象征。这样的手指常年埋头苦干，不过也有财运降临在自己头上，抓住机会就有可能大幅度改善生活质量，改变现状，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要头脑灵活，善于看清局势。所谓时势造英雄，但也要看哪种英雄。英雄好不好当，人要在大形势下认清自己，明确自身定位，把握机遇，才能在变化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时刻保持警惕，不被外界影响，坚持自己的道路，就有可能实现梦想，改善生活。面对挑战时要有勇气，敢于突破，才能在复杂局势中找到成功之路。弯曲的手指不仅象征着辛劳，还预示着潜在的机会。尽管生活艰辛，但只要坚持，财运就可能随时降临。要学会抓住这些转瞬即逝的机会，改善生活条件。面对生活的变迁，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局势的发展，
英雄并非人人都能成为，要认清自己的位置和能力，在大形势下认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制定合理的目标，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不放过任何提升自己的可能。生活中的每一个变化都是一个新的契机，只要能看清形势，灵活应对，就能在变化中找到新的方向。坚持自己的信念，不被困难打倒，就能在困境中找到出路。生活虽艰难，但只要不断努力，就能迎来转机，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5. 手指上存在竖纹，大部分人的手指上都是横纹，尤其是每一个指节关节位置上的横纹更是十分明显，这也使得出现明显竖纹的手指比较少见。如果手指上存在竖纹的话，一般都会比较忙碌，尤其是除去大拇指之外，其他4根手指都有着竖纹存在的话，便是相学中常说的劳碌手。其人一生都需要为了生活而不断打拼。6. 手掌干瘦，俗话说手大抓草，手小抓宝，手掌圆润的人才是有福的命。但是手掌干瘦这种特征的手相，从相术上来看，他们对工作十分的重视，工作中若是有一点没有做好，都会睡不着觉，属于操心的命。但是这类手相的人，事业运势整体来说不是很差，但是财运并不是很出色，因为手掌无肉是无财的象征，所以也是劳碌命。7. 手掌平平且薄，手掌薄，肉少，摊开手掌中心很平，这样的手相说明这个人的人生平中没有财运，没有遇到横财，也没有发意外之财的机遇，在工作上胜任不了公司里比较重大的任务，财运就这样被挡住了，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打工仔，每个月的微薄收入勉强支撑自己的生计，一生存款比自己的脸还干净，到了晚年的时候还要自己出去干活才能安享晚年。总之这辈子忙忙碌碌，碌碌为为，发不了财。8. 断掌，断掌的手相一般就是感情线穿过了智慧线，然后一个人的手相，那么就都是属于到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会很好起来。而对于如果是智慧线的话，那么在事业上都是可以有着很好的一个的发展起来，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会不错的。而如果是断掌，那么就是一个不具备了中断的，甚至就是可以说都是不需要很长的起来，甚至就是一个更加容易会有着很多的坎坷的命运了。而在事业上的发展都是不好的。9. 无名指的漏痕，无名指的出现了一个部位出现了一个微微的漏痕，而且如果是一个部位都是一个很漏气的话，那么在方面里甚至就是直接有着一个很负面的起来，甚至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降低的话，那么如果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话，那么更加容易会有着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影响的，而且在这方面的一个起伏的。10. 手指骨感无肉，在手相上面看的话，一个人的手指有肉修长，手掌丰满是非常好的手相，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是有很好的财运的。但是手指若是长得很骨感，而且没有什么肉的人，一般都是财运非常差的人。这种人人生都会为了赚钱生活而忙碌个不停，就是他们付出很多的劳力，但是能够赚取的钱也是足够维持基本生活而已。所以不管什么年龄阶段都会在忙碌，一生忙碌。11. 手相没有财运线，财运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财运、财富、金钱的纹路，此纹路与一个人的富贵相关，金钱运势也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有清晰而深长的财运线，说明他们本人的财富运势很好，财运亨通，可以求财顺利。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没有一条财运线，并且财运线非常的模糊、凌乱的话，说明他们的财运不佳，命中无财，只能劳碌一生哦。12. 拥有反抗手纹，手相中反抗线位于感情线下方，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天生逆反心理较强，不喜欢被约束，也不愿听从他人的意见，较为自我，喜欢自由。拥有此手相者
人缘很不好，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在婚姻中也是不懂得包容，这样性格的人对事业和婚姻方面来说都是不利的。若有两条反抗线，会更加一事无成。13. 生命线浅淡。手相中生命线若是延伸至手腕线上，但是不够深，非常浅薄的话，看上去感觉随时会断裂一样，则表示命主的生活节奏是非常快的，总是在忙忙碌碌，很少有清闲的时刻，属于劳碌命。但是这类手相的人生活比较稳定，不会有大的波动。14. 3条婚姻线。拥有3条结婚线，无疑是心地仁慈、气宇坦荡的人。一旦到了婚姻和爱情方面，则就会以多情的姿态呈如今异性的面前，如此就很难从一而终，往往随意踏上再婚之路。多次婚姻容易造成负债累累，生活不稳定，贫穷找上门。15. 生命线长但不够深刻。从手相角度进行分析，一个人如果是生命线长但不够深刻的，说明了他们的生活是不好的，生活中是很容易就会感到很累的，生活节奏是很快的，总是需要不停的忙，但偷懒就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影响，不能闲下来的。16. 手指有缝隙。这样的人性格清高，不太重视钱财，即使遇到赚钱的机会，如果不合自己心意，或者是有违自己的原则，也不会去做。此外，其人花钱较为大手，不懂得如何理财，因此时常两袖清风，给人一种很贫穷的印象，注定发不了大财。但是如果拇指外的其余8指充满了许多纵直的线纹，又有劳碌手之称，为了温饱必须终日打拼。但如果大拇指的第2指节出现多条纵横交错的积财纹，表示一生的辛苦终会有代价的。积财纹越多，累积的财富也越多。为什么说掌中4指流，财富不用求？掌中4指指的什么？首先，在我们的手掌上，有些人有3条掌纹，而有些人则有4条掌纹。掌中4直流是指手掌中有4条直的纹路。如果你有这样的掌纹，那么恭喜你，在未来无论是财气还是福气都不会少。掌纹其实就是人们所说的看手相。在古代，看手相是一门学问，对这门学问的研究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据史料记载，早在周朝时期就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手相著作，大约3000多年前，这些手相著作一路传承与发展。到了现代，手相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顶峰，古人将这种掌中有4条清晰纹路的纹称之为4直纹。这4条线分别被称之为智慧线、玉柱线、易学线和小贵线。它们发作业分别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1. 玉柱纹。古代人认为，人的命运就像用玉雕刻的柱子一样，其玉上面的纹路是捉摸不定的、随缘的。而且玉柱纹还被称为生命线，代表着这个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它的起点因人而异，并且此纹路看起来非常浅。玉柱纹的存在被古人视为命运的一部分，就像玉雕的柱子上那些细腻而难以捉摸的纹路，象征着生命中不可预知的变化和机遇。玉柱纹作为手相中的重要纹路之一，往往被看作是命运的象征。玉柱纹的起点，玉柱纹的起点因人而异，有些人从手掌根部开始，有些人则从手掌中央开始。这条纹路的起点和走向反映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和社会生活状态，生命线的象征。玉柱纹也被称为生命线，象征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和生活状态。虽然它看起来非常浅，但其意义却深远。它不仅反映了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还能预示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社会生活状态。玉柱纹的深浅和走向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生活状态。浅而清晰的玉柱纹预示着此人在社会生活中较为顺利，能够遇到贵人相助。
而纹路模糊不清的，则可能预示着生活中的波折和挑战。古人通过观察玉柱纹，试图理解命运的起伏和变化，寻求生活的智慧和指引。虽然现代科学对手相学的看法有所不同，但这些古老的智慧依然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变化时，多了一份理解和从容。总的来说，玉柱纹不仅是手相学中的一个符号，更是古人对命运和生命的深刻理解和诠释。通过研究和观察玉柱纹，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自己的命运轨迹，找到生活中的平衡和和谐。2. 易学问。易学纹又称之为玉感线，在古代被认为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手纹。拥有这条纹路的人通常具有较强的研究耐心和敏锐的预感能力，事业上能够获得贵人的帮助。研究耐心，古人认为拥有易学纹的人在研究方面有着出色的耐心和毅力，他们能够在学术和职业领域中持续努力，不轻易放弃，最终取得显著的成果。贵人相助，易学纹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事业上的贵人帮助。拥有这条纹路的人，通常在职业生涯中能够遇到愿意提供帮助和支持的贵人，这些贵人的支持能够使他们在事业上更快地获得成功，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性格特点，拥有易学纹的人性格开朗、慷慨大方，他们往往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色，能够吸引并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样的性格使他们在社会中广受欢迎，朋友众多，人缘非常好。人缘，由于性格开朗且慷慨，拥有易学纹的人在社交场合中总是备受欢迎。他们善于与人相处，能够建立和维护广泛的人际网络。这些人缘关系不仅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也对他们的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机会。总结来说，易学纹不仅是个人预感和研究耐心的象征，更是事业成功和人际关系良好的标志。拥有这种手纹的人，通常性格开朗，人缘好，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获得贵人的帮助，走向成功。3. 智慧纹。手相学中，智慧线起于坎宫，止于坤宫。坎宫的起点因人而异，古人认为智慧线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运气。智慧线的起点和终点，起点坎宫，智慧线的起点并不是固定的，它的位置会因人而异。坎宫位于手掌的下方，接近手腕处。终点坤宫，智慧线的终点位于手掌的上方，接近小指的区域，即坤宫。智慧线的长度和深浅。长度，智慧线的长度在手相学中具有重要意义。智慧线越长，意味着这个人的智慧和判断力越强，运气也越好。相反，智慧线越短，则表示这个人的智慧和判断力相对较弱，运气可能较差。深浅，智慧线的深浅同样是运气的象征。智慧线越深，表示这个人的智慧和运气越好。智慧线较浅，代表此人的智慧和运气较差。智慧线的运气体现，智慧线长而深，这种手相的人通常具有很强的判断力和智慧，善于思考和分析，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做出明智的决定。这类人通常运气较好，能够顺利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智慧线短而浅，这类手相的人可能在判断力和智慧方面稍显不足，容易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和挑战，运气相对较差，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外部帮助来克服困难。总结来说，智慧线在手相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智慧、判断力和运气。智慧线越长越深，表示这个人的智慧和运气越好；智慧线越短越浅，则表示这个人的智慧和运气较差。通过观察智慧线的特点，可以对一个人的运势和能力有一定的了解。4. 小贵纹，在手掌中的食指或者中指下方有一条小竖线，这条手纹被称为小贵纹。拥有这条手纹的人财运旺盛，适合从事经商或从政。虽然这种说法流传甚广，
但凡事无绝对，即使拥有小贵文，如果纹路较浅，也不一定能保证富贵之命。至于四指纹的说法，这其实是手相学中的一种概述。它之所以被认为是传说，是因为无法用科学手段论证，而且手相学中的描述并不绝对准确。民间流传的这种类似说法很多，其根本原因在于老祖宗对天命论的默认，同时又对美好未来生活充满希望和期盼。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手掌上的3条纹还是4条纹，只要机会出现，一定要抓住，不要过于相信所谓的命中注定。即便是命中注定，我们未来的生活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行动和努力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通过努力和拼搏，我们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手相学提供了一种参考，但最终决定权在我们自己手中。因此，拥有小贵文或4指纹并不一定意味着命运中的富贵。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能力，把握机会，努力奋斗，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梦想。无论命运如何，积极的态度和坚定的行动才是通往成功的真正途径。第二，案例分析，十分罕见的旺夫面相，嫁入豪门不在话下，晚年能享子孙福。第一个，掌面偏硬，纹路深重，典型的筋骨之人，做事有毅力有韧劲，好胜心强，但是有些事必躬亲偏劳碌。不过指节间见米糠树纹，凭借自身努力，小康不愁，衣食无忧。脑线和生命线粘贴长，本性偏保守谨慎，生命线在40岁之前，横纹干扰多，人生阻碍多。特别是感情线出现一个大倒纹，人生第1道关是情关。从影响线刺破事业线来看，情关来早，25岁左右犯情伤，之后感情线干净清晰，感情顺畅。中年的2道横纹是事业关，事业线也见2道横纹，第2道关是事业关。35岁左右，职场受阻，高不成低不就，事业遇瓶颈。好在太阳线清晰，有望贵人帮扶，渡过难关。生命线尾端分叉，加上小指外撇，晚年意味子女忙碌。第二个，纹路格局开阔，形成川掌，川掌人格局开阔，独立能力强，做事放得开手脚，加上事业线，有形成一马平川之势，是利于事业的一款手相。实指巽宫财位饱满，正财旺，只是细看纹路，有些差强人意。事业线断断续续，虽然一马平川的格局，但是想要取得成就，要吃一番苦头。手相还是弱在了感情，感情线前期倒纹，后期锁链，情路不顺，天元干扰多，尤其是影响线刺破事业线，代表犯情伤，结合感情线的倒纹，说明25岁左右有过一段伤心的感情经历。事业线中期见倒纹，35岁左右生儿育女之后，职场受阻，高不成低不就，职场受排挤，加上川掌人大开大合的直率个性，职场易犯小人。第四个，这对小酒窝很有亲和力，唇寒唇角扬，活泼开朗，心态积极阳光，运势也不差，唇红齿白，口福好，体质佳，一家贵夫享富贵，只是额稍窄，早运一般，面相越往后越富贵，是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局。早年艰辛，锻炼出自己独立和勤勉，眉显刚毅，为人有原则和底线，眉聚不散，贵人缘佳，眼带桃花，卧蚕丰盈，异性缘不错，加上五官端正秀丽，自带主角光环，贵人容易围绕在身边，加上颧骨饱满厚重，周围人助力多，鼻肉而直，鼻全得配，中年有夫运，也有财运，只是鼻头破，有些面子薄，易仗义疏财，口似含糖，奴仆饱满，和晚辈缘分深，下巴兜，晚年能享子孙福。第五个，手相有双生命线，生命力强，精力充沛，后面那条生命线起到弥补的作用，相对来讲也更清晰深刻，说明后运不错。
从事业线也看出，事业线后期才深刻，和3大主线组合成了 M 字纹，是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局。小指下方水星丘饱满伴有钱财纹，似乎偏财不错，牌桌手气不错，但偏财不长久，不可沉迷。生命线初期见上升线，也叫希望纹，说明天资聪颖，加上脑线直长，聪明专注，务实进取，深耕自己擅长领域，能有些成绩。问题还是出现在感情，感情线见大岛纹，是犯情伤的符号。感情要到35岁往后才能稳定，人生起点不高，印堂见之干扰，爱纠结眼前得失，格局不够开阔，眉粗眉头带剑，个性稍显急躁，有眉压眼之势，遇事爱多想，心态不稳，眼白多眼神散，目的性强，神散睫毛翘，易被烂桃花侵扰，有时候急于求成，反被小人扰。山根窄，定力不强，颧骨平塌，贵人难在身边，好在鼻梁起，中年能起运，但中年运势起伏大，鼻头尖鼻翼紧收，能管家财，唇稍歪，易犯口舌是非，下巴稍短，晚年易操劳忙碌。鼻子在面相学中被称为财帛宫，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有句话说，7尺之身不如1尺之面，1尺之面不如3寸之鼻，3寸之鼻不如1点之心。这句话强调了鼻子在整个面相中的关键地位。通过观察鼻梁的高低、鼻子的长短、鼻翼的肥瘦、鼻子的大小以及鼻子的色泽，可以非常精确地分析出一个人的财运。下面我们来看看常见的8种鼻相，通过它们了解鼻子的不同特征对富贵财运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1. 鼻准压人中。鼻准压人中这个特征在面相中又叫土服水，面相五行中鼻子属土，口属水。这种面相虽然鼻子生得挺直丰厚，但是准头向下压人中，造成土服水的现象。有这种鼻相特征的人，是中年有艰险之相，就算富贵，没有安享财富的福分，一般都为钱财而终身争斗不休，少有舒服自在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想自己能一手把控，因此会让自己感到很吃力。2. 山根折断。山根代表我们祖上的根基，也代表着夫妻的关系，主管人的命运层次与人生理想。山根已有势力，忌讳过高与过低，横纹与遏制。山根折断的人一般欲望不高，很多时候都是甘居人后。3. 鼻孔外露。鼻孔外露的人大手大脚，能挣来钱，不会吝惜手头的余钱，也能够带来更多的钱财，容易财来财去，不易守财，为人较浪费，不畏节制。4. 鼻隆有势。鼻梁挺直，鼻隆有势的人，如果再加上2颧骨的配，做事有主见，不容易盲从，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具有带领性，创业成功率高。如果加上五官配合得好，眼透神光，则富贵双全。5. 鼻准圆。大准头可以看出一个人对钱财的态度，鼻头大而有肉，代表会有福气，聚财，以后会有很多的钱财，常得贵人相助。如果再加上鼻翼分明，而且看不到鼻孔，鼻子又挺，则财富不缺。6. 鼻头翘。在日常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女孩子鼻头比较翘，这种特征我们一般称之为孩子鼻，说明其性格相对比较天真，好提问，宜配年纪大一点、成熟点的伴侣。如果男性的鼻头翘，则无能力。7. 鼻翼向上翘起。鼻翼向上翘起的人性格比较骄傲，自尊心强，一般这种鼻型多数为男性所拥有，但是在少数女性上也能看到，女性拥有这种鼻子，她们有才干、决心和气魄，缺点就是太过于心高气傲，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便会不顾一切去做，就算是错的，也得坚持到底才甘心。8. 鼻翼下偏。鼻翼下偏就相当于鼻子失去了气势，会有一种凡事不求原则、得过且过的心态，时常会被长辈或者上司教训。第2，
鼻梁高说明了什么？在现代社会的审美看来，鼻子越挺的人往往越好看，因为高鼻子可以显得五官更加立体，更加好看。那么鼻梁高的人运气都很好吗？鼻梁起结的人运势又如何呢？一、鼻梁高的男人，一个男人的鼻梁高而挺，且丰隆饱满，这鼻相的男人财运是很不错的，运势也是一样，会很不错，有很强的自尊心以及责任感，眼光也比较高，做事情都会思虑深远，无论做什么都是很认真的态度去做。他们在事业上会有所成就，在事业上能给自己带来很不错的财运。不过此面相的男人不适合做理财工作，因为他们不善于理财，但是财运很不错。二、鼻梁高的女人，鼻梁高的女人是个典型的事业型女人，她们做事执着，有自己的一套主见，从不会被男人所左右。她们遇到事情从不会慌张，更不会懦弱，而是会冷静，然后做出决断。鼻梁高的女人除了财运很好之外，她们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不过唯一不足的是，此面相的女人只有对事业才会上心，对家庭的重视低于事业，就会导致家庭并没有事业顺心。三、鼻梁起结的人，鼻梁起结的人性格比较强势，也有执行力，通常在事业上比较拼搏，有进取心。如果其他部位好，是能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这种鼻相也有缺点。在面相中，鼻子代表肝胆，而肝胆又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和脾气。鼻梁起结的人性格比较倔强冲动，脾气不佳，容易与人发生争执。在行鼻子运的时候，运势比较反复，在婚姻或是在健康方面都是如此。当然，如何你还不清楚怎么看手相，可以看看以下这几个案例。女人脸小鼻大，财运迟早会到来，注定40岁之后大富大贵。第一种，虽然戴了大眼镜，依然难掩心神不宁的神态，建议把这幅厚重的镜框换成小镜框，两边往上提，显得精神和职业一点。因为眼尾眉纹都下垂，人善人欺的类型，年轻的时候凡事多争取，不然更没有发展的机会。额头倒是高广，三庭中也最强，早运不错，聪明乖巧，学业不错，只是出校门却是另一番景象，没有从前学校的自信和活力。调整心态，定位好自己，重新面对社会的各种问题。脸虽小，相对来说鼻不弱，鼻头肉，鼻翼饱满，财运还是有，就靠自己怎么去发掘。这是贵人和姻缘就很重要。眉长腹目，眼睛圆而小，建立自信心，发掘自己的人脉圈，需要耐心经营，不会说立竿见影，根基打牢，中晚年运势不会差。第二种，纹路还是偏乱，乱纹多，人生阻碍也多，很难顺畅。好在主线比杂纹要清晰深刻，做事分主次，知道轻重缓急，脑线是被干扰最少的，即使经历千难万阻，内心依然是坚定，少波澜起伏，专注聪明，勇于面对困难和阻碍。但是除此脑线外，生命线和感情线都被杂纹干扰。感情线中期有个大大的倒纹，这个很要命，出现在婚姻阶段，对婚姻和家庭有影响，甚至有第三者插足的情况。生命线在同期也出现错开后延续，后面那条生命线变弱，说明经历过婚姻的不如意，生命力也减弱，运势也减弱，而且横纹密布，个性敏感，小指的外撇结合生命线尾端的杂乱，说明晚年容易为子女操劳。第三种，方中带圆的脸型。我们常说做人外圆内方，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本质上讲，人都是利己的，外方内圆才是本性。之所以传统文化说的外圆内方，只是愚民之术罢了。这款面相来看，腮骨凸，额头宽阔，是脸型偏方的原因。这类意志力坚定，做事有毅力和好强心，聪明又活力，但是鼻子稍短，不起势，少主见和谋略，容易跟着别人的思维走。这也是为什么常说短圆脸的人
做事少耐心和主见，更别说谋略了，容易被人带节奏，当韭菜。眉浓又些压眼，思维格局打不开，纠结眼前得失，难顾全大局。山根低，鼻梁不起鼓，中年难起运，也容易被偏缘干扰。但是鼻头有肉，财运有；鼻养禄，才艺露。人中短而深，子女不多，但和子女缘分深厚。第4种也是典型的木行手，木人好思考，有多思多虑的毛病，从脑线长而弯曲可以看出，而相对来说，生命线就偏短了。生命线短不是寿命短的意思，这点不用过多担心。生命线短只是代表身体素质一般，不太爱运动，反而喜欢动脑思考。内心似乎觉得运动是笨人做的事，这是一种偏见。身体和脑力同样重要，加上金星丘平薄带青金，身体原本就偏弱，建议多运动锻炼身体。感情线的导纹和尾端下垂，说明情路并不顺畅，加上结婚线2条，偏缘多，至少有2次比较好的结婚机会，婚姻易被耽误，偏晚婚的格局。好在大拇指带凤眼，不管早晚，一旦进入婚姻，旺夫帮夫，婚后运势见长。第5种，门牙大而白，很多豪门选媳妇喜欢看牙齿，这类人健康，有口福，大气沉稳，鼻权相配，中年运势强劲。帮夫旺夫，眉眼也得配，双眼有神不露，眉聚而不散，贵人时常出现在身边，眉浓而不压眼，是非常少见的富贵，既聪明理性，也不失人情味，慧眼识珠，有不失温柔贤淑，能嫁入一个好人家，甚至豪门也不一定。鼻运承托的也好，没有出现山根凹、鼻梁不起的情况，所以人生运势顺畅，少阻碍。发侵入额头，虽然早年运势一般，家庭助力不多，但是个性独立有主见，不依赖于原生家庭。鼻翼两旁生法令，表面温柔文静，内心胸有成竹，必要时候不失一些威严，笑脸相迎，即使碰见自己对手，也是先礼后兵，进退有度，很不错的上等面。古语有云，耳大有福，这是相术学中的一句名言。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若是遇到耳朵大的老板或同事，通常表明此人个性开朗稳重，做他们的员工会非常的轻松和愉快。相反，若是耳朵很小又薄，则需多加注意，因为这表明这个老板很精明，气量小，可能较为苛刻和挑剔。那么对于女人来说，耳相的不同特征也能反映出她们各自的命运。以下是10种耳相特征及其对应的命运。一般将耳朵分成3等分来观察，也就是上轮、中轮、下轮，古相学上称为天轮、人轮、地轮。而这3部分在相学上有着很有意思的表征意义。上轮代表精神面及知性面，所以上轮发达的女孩，其知敏感度高， IQ 也非常高。中轮代表行动力，所以中轮发达的女孩精力充沛，态度积极，做事果决。下轮代表物质面低欲望，所以下轮发达的女孩颇重物质享受，喜欢安逸的生活，所以较现实及务实。耳朵肉肉的女孩较有福气，在古相学是说食禄多、贵人多的耳相。耳朵贴脑的女孩个性较为内敛，学习力、领悟力强，温柔、亲和力高，较识大体，少有突兀、怪异的举动。耳朵轮廓柔美，耳骨清晰，而肉包的匀称，而且耳骨不外翻，那是最佳的老婆人选。耳朵软软的女孩感情丰富，为人厚道，但如果耳朵有点生硬，则相当有个性，翻起来时有些冷酷与绝情。耳高于眉的女孩注重形而上的意识及精神面的感受，头脑好，能力高，却有孤傲不群的倾向。如果您不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想以财富来打动她，那则可能大错特错。耳朵过低的女孩较为现实，也多计较，
崇尚物质生活。如果您是两袖清风、前途不看好的谦谦君子之人，那么您不会是他的偶像。7. 耳朵肉多，耳骨不明显，会因多情而乱了原则的女孩，情令智昏是其缺点。8. 耳骨外翻的女孩，过于本位主义，胆子大，特意孤行，蛮有表现欲的。9. 耳朵的中轮骨外翻，看起来比上轮还大的女孩，个性强悍，胆子大，叛逆性强，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如果您是乖乖男，具有3从4德的节操，那他会是您的最佳伴侣。10. 上轮尖尖而不是圆圆的尖耳多骨女孩，敏锐度极高，疑心病重，有时候会有过头的极端，也常会患得患失，对感情尤其看不开，常会有灰色的思维，也常会以负面的角度去看待人际关系。同时，无数的相学家还发现，修行的人耳朵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2个方面，一种是耳朵会越来越高，因为修行人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开智慧，修行的功夫越深，人就越来越聪明，耳朵也会越长越高。第2种是修行的人耳垂会变得越来越大，耳垂越大的人越有福气，而且很长寿。耳垂的部位一般代表人60岁以后的运气，一个人耳垂又大又长又饱满，60岁以后就会有相当好的运气。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耳朵长得不是很好的话，要想改运，那就要不断的去修行，如此就能慢慢的增加我们的福气，特别是获得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积德行善，增加自己的福报。第2，6种牙齿6种命，穷人富人张嘴对比一下就知道。1. 牙齐齿白，相学中讲到，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非常整齐并且洁白，那么这样的人气色都很不错，特别是在人际交往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懂得人情世故，情商很高。当然，这样的人运势也会相当不错，命中也会有贵人相助，在工作中也能够得到提拔与赏识，升职加薪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也能够有非常不错的个人发展。所以一般这样的人福气非常的大，收入也会不错。2. 牙黄有垢，相对的，相学中也提到，如果一个人的牙齿看起来有点暗黄，甚至带有牙垢，那么很明显，这样的人日常生活的自控能力比较差，在事业与工作中也会经历比较多的挫折与困难，运势不佳，赚不了什么大钱。只有多出苦力受累，才有机会获得一定的成功。尤其是牙齿长得非常的黑的人，对身体健康也不利，还得为子女操劳。3. 牙齿密集，相学中讲到，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长得密集且错落有致，那么这样的人首先肾气十足，十分健康，其次做事十分有自己的主见，能够很好的帮助自己获得更好的发展。最后这样子的面相拥有着很好的运势，日后必定谋得一官半职，或是福禄双全，大富大贵，能够保证日后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4. 牙齿稀疏，相对的，相学中也提到，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长得稀疏，缝隙很大，那么这样的人不易守财，面相不佳，生活中多半是比较贫穷，并且还大手大脚，所以经常会缺钱花，当遇到真正用钱的时候，必定是雪上加霜。5. 门牙较大，门牙在相学中属于我们的财门，若是一个人的门牙长得比较大，则这样的人个人的精力体力比较充沛，做事有精气神，拥有非常不错的人际交往能力，个人的感情运势发展也会非常的不错。所以一般这样的人不但能够聚财，也能够存钱，自然会拥有非常不错的成功几率。而且门牙大的人性格非常的开朗，就算是遇到苦难，也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6. 小齿而密，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牙齿长得小而密集，则这样的人多半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心智发育也会非常的不错，做事也会有判断思考能力，一生也会拥有不错的发财机会。但是牙齿短不到半公分，
而且又有很多蛀牙的人，代表他的消化能力也较弱，身体不够好，也影响到思考力，则他们智力和体力都嫌不够，所以一生当中与福、禄、寿的缘分也几乎都不足。第三，千金角，富贵命，快看你有没有这种角相。子有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生在世，为的就是能够成为一个顶天立地之人，而立地指的就是双脚好好站立的意思。所以在相学中，双脚在一定意义上也能代表一个人的财富和运势。你是否好奇你的脚会是所谓的千金脚吗？今天我最后来给大家分享下哪几种脚相的人富贵好命吧。一、大脚趾最长。一个人的脚要想代表富贵，首先脚趾就应该有长有短，并且形状端正。如果大脚趾明显最长的话，这类人大多性格稳重，做事有规划，踏实肯干，有着绝佳的财运。同时，由于他们都能靠自己的努力打拼家业，所以通常能积累不小的家财，从而在年老时会享有后福。二脚趾最长。二脚趾最长的脚型也被称作希腊脚，有这样脚型的人极易出俊男美女，因为他们大多四肢修长，骨骼明显，身形漂亮。同时，这类人生来就吉人自有天相，一生顺利，无忧无虑。他们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之命，但好在平日工作稳定，一生会有不错的经济来源，可衣食无忧。三、脚底凹陷。相学中有句话：脚下荣龟，富甲一方，意思是脚底有凹陷，并且凹陷的程度能够容纳一只乌龟大小的话，这样的人不论男女，身体都十分健康，精力旺盛，同时他们的财运也旺，生活富足，一生安逸享受，往往都是非富即贵之人。特别是女性脚底深陷的话，还会有不错的姻缘，通常能够嫁个富贵老公。四、脚底有纹。和手纹不同，脚底有纹是吉象，所以足部纹路多最好。一个人的脚下有十字纹、龟纹、人形纹，或是有很多直纹的话，就是所谓的贵人脚。一般有这些脚相的人都有不错的运势和机遇，还能时常得到贵人的帮助。相反，脚底少纹甚至无纹的人，一般运势不佳，物质条件不够好，所以一生比较劳苦奔波。从拿筷子的姿势看今生命运，太准了。看一看你吃饭的时候喜欢如何拿筷子，测一测你今生的命运是什么。你是天生就是富贵命，你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你一出生就决定了你的起始点比别人高，同时你对自己要求也非常高，你尽量的将自己的所有事情都做得完美。虽然你已经有了很富裕的家境，即使你不努力也可以过富贵的一生，但是你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自己全面发展。你没有那样富二代的架子，因此愿意与你相处的人很多，因此即使脱离家庭的光环，你也能活得非常好。B， 你有大富大贵的命运，不过你并不是天生拥有的，而是后天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拼来的。你非常有野心，你最开始奋斗的时候也经历了很多失败，但是由于你的野心，你一直在坚持，经过很多挫折，最终才得到这来之不易的成功。不过坎坷都已经过去了，以后的路就会一帆风顺。不过由于你太过于在事业上拼搏，因此你会疏忽你的家庭。如果你可以稍微估计一下你的家庭，那么你就会爱情事业双丰收了。C， 你是有福气的命运，你天生长相甜美，从小就有很多的追求者，你对于爱情和工作都没有什么规划，一切都是属于顺其自然的状态，你都是努力的将自己做到最好，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这样的你会吸引很多人，而且既优秀又努力的你也会得到老天的眷顾，你的一生都很顺利，几乎没有什么困难与坎坷，有美满的家庭，也有称心的工作，虽然不算大富大贵，但一辈子都很美满。D， 你是一个苦命之人，你没有非常美丽的长相，
也没有天生富贵的命运，所以你的一生都是要靠自己去拼搏的。你想要出人头地，就只能靠你自己去努力打拼，因为你不像富二代一样赢在了起跑线上。而且即使你付出了120%的努力，可能你得到的结果也与你想象的不一样，你会非常失落，因为你拼尽了全力，还是没能得到你自己想要东西。你想摆脱这样平淡的生活，奈何造化弄人，你的一生都在这样苦苦想摆脱厄运，但是厄运总是围绕着你，苦苦挣扎一生。第二，吃饭快慢多少看命运，4种吃相4种命，你是哪种就是什么命。一，吃饭快的人大大咧咧，人们通常认为吃饭速度快的人在咀嚼时次数较少，这可能对消化过程产生不利影响。由于食物没有被充分咀嚼，消化系统需要更多时间和能量来处理食物，这可能导致热量利用不充分，进而使脂肪更容易积累。特别是在忙碌时可能不那么明显，但一旦生活节奏放慢，这种情况就可能导致体重增加。此外，吃饭速度快往往与个性特质有关。这类人性格通常较为急躁和刚烈，他们在处理事情上倾向于干脆利落，不喜欢犹豫不决，讲话和行动直接明了，不愿意拐弯抹角。尽管有时脾气可能不是很好，性格比较直率和大大咧咧，但他们通常重视情感和义气，对待朋友诚恳而热心。这样的性格使他们容易交到知心朋友，并且容易获得朋友的喜爱和支持。根据传统观念，尽管他们的前半生可能较为辛苦，但他们的后半生往往能享受到幸福和安稳。二，吃饭慢的人有贵人运，细嚼慢咽或在吃饭时分心听别人说话的人，通常被认为性格温和、脾气好。这种饮食习惯反映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他们倾向于不急躁，慢慢享受每一刻，甚至在吃饭时也愿意关注周围人的交流和情感需求。从小这样的人往往在家庭中受到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因为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容易与人相处，从而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支持。这种性格的人在社会和职场中也往往有较多的贵人，他们由于善于倾听和关心他人，容易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持。他们通常不太有强烈的野心或欲望，更倾向于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不以事业成功或积累财富为人生的主要目标。这种态度虽然可能不会带来巨大的事业成就或财富积累，但却能让他们的生活更为简单和快乐。总之，这类人的生活态度和性格使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得到温暖和支持。虽然可能在事业上不太强势，但他们的人生往往较为顺利和愉悦。他们的存在也常常给周围的人带来正面的影响，使他们成为人际交往中的宝贵存在。三，吃得少但能肥胖的人不拘小节。一个人的身材除了给吃的多少有关以外，还给自身的体质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人是怎么吃都不胖，如果一个人每天的饭量不是很多，但是却非常容易发胖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心胸开阔的类型，做事不拘小节，在与他人交往时不喜欢斤斤计较，处事非常的大气，待人也比较的大方和热心。他们更加注重精神层次的享受和快乐，将名利和金钱看得比较淡。一生虽然没有太大的作为，但是却能获得较大的快乐。四，吃得多然而瘦的人心思较乱。如果一个人吃得比较多，但是却非常瘦的话，这种人大多心思比较的错乱，想法非常的复杂，经常为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而烦心不断。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强势，好胜心非常重，喜欢争权夺利，而且平时话语很多，表达能力非常强，善于交际和应酬。不过言多必失，说话有时候不注意，容易得罪人，给自己招来很多的小人和麻烦。虽然事业和财运较好，但是太喜欢玩弄心计和权谋，容易失去人心。第三，睡觉姿势看一生运势。
5种睡姿5种命，你是哪种睡姿就是什么命。1. 睡觉时特别的安静怡然，这种睡觉姿势属于一种特别舒服的睡姿，一旦睡眠，整个人的呼吸均匀，而且不会乱翻身，也不会说梦话，整个睡觉的过程特别的安静，给人一种特别甜蜜的美感。从相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睡姿的人大多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作息规律，性情温和，对自我情绪的管理非常好，不容易受到疾病的侵扰。女人有此睡姿的话，大多天生丽质，有嫁入豪门的可能。男人有此睡姿，处事稳重大方，遇事冷静，容易成大事，好运常伴身边。2. 屈身而睡。屈身而睡指的是人在睡觉时习惯性的喜欢蜷缩着身体，保持一种特别弯曲的睡眠姿势。从相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较为内敛，平时不爱表达，但很有自己的思想和想法。不过这种人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渴望得到别人的关爱，也特别的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决定做的事情就会非常努力的去完成，在工作和生活中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内取得骄人的成绩。3. 侧身而睡。一般来说，很多的老年人都是喜欢侧身而睡。从相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喜欢侧身睡觉的人一般内心都比较的恬静，不太喜欢吵闹，平时在为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大气，心胸开阔，不喜欢计较，有着很强的包容之心，做事特别的稳重，很有规划，而且看上去很有气质，容易养成一些比较高雅的爱好，很有经商方面的天赋，在事业发展中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财运比较好，家庭生活非常富足，身上具有一些贵族的气质。4. 开口而睡。所谓的开口而睡指的是睡觉时嘴巴习惯性会打开，这种人一般睡觉特别的喜欢打呼噜。从相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种睡姿的人身体的元气容易流出，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容易受到疾病的侵扰。不过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好，待人处事非常的随和，给人一种也别好相处的感觉，做什么事情都显得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过内心深处有一些骄傲自大，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和批评，人缘非常好，但事业上很难获得成功。5. 咬牙而睡。所谓的咬牙而睡指的并非是睡觉时闭着嘴，说的是人在睡觉时双腮一直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牙齿不时地出现紧咬的情况。这种睡姿的人大多性格和脾气一般比较暴躁，内心非常的敏感，考虑事情比较简单，但是脑子里喜欢胡思乱想，在工作中或生活说话也是直来直去，特别的容易得罪人，也容易与他人发生争执和矛盾，处理问题时性情非常的火爆，而且特别的爱记仇，思想压力非常大。如果不改善自己的脾性的话，早晚会吃大亏。有着5种手相的人，中年一过必定富贵，早晚富甲一方。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赢在起跑线上，有些人可能在起点的时候冲劲很足，但是后期动力不足，但有些人可能起点并不高，却一直坚持，最终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人的运势表现也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财运上，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想要挣钱非常难，但是中晚年却迎来了机遇。那么下面就跟小酱汁一起来看一下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初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
2.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够拥有1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直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都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地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3. 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有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中年财源滚滚的人，手相上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小拇指上出现1条或2条直纹，小拇指有1到2条直纹到达第1指节的人，我们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手相的人，越老越贵气，子女有成，不需要自己担心，晚年子贤孙贤，儿孙绕膝，富贵又安康。但是小拇指的直纹超过2条，也就是相理中常说的侧纹。虽然这样的人聪明，事业上有成就，但一生比较劳碌，到了晚年也闲不下来，属于赚辛苦钱，有好也有坏，建议晚年要劳逸结合，多多保重身体。5.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5. 事业线的起始点和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6.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超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8. 拇指上存在斗纹，
大拇指上有着漩涡一般的指纹，代表着他们少年时期运势出色。但如果其他手指上都是簸箕纹路的话，则说明他们最终能够成功是因为年龄的增加。9.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10. 手中有元宝形状的人。一个人要是手中有元宝形状的，说明了这个人的财运是很好的，一般都能让自己存到很多钱，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能成为有钱人的。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有着很好的理财能力，在工作方面比很多人都要厉害，总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求财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太多，努力之后真的能让自己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一辈子都不缺钱花的，让周围的人感到相当羡慕。11. 小拇指有1、2条指纹到达第1指节的人。小拇指有1到2条指纹到达第1指节的人，财运方面真的不错，到了晚年会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就是越老越有福气的一个人来的。其实这样的人对于家庭相当重视，经常都会为家庭付出很多的，也会考虑到另一半的感受，所以能得到对方的宠爱。子女也是很孝顺的，一般都能让自己在事业方面有很好的发展，很多事情都不需要自己操心太多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12. 智慧线长。我们摊开手掌，能够明显地看到3个比较伸长的纹路，位于中间的那条就是智慧线。一般而言，人们的智慧线是比较短的，但是如果智慧线伸长，那么代表这个人聪慧有韧性，做事善于思考，谋定而后动，而且洞察力惊人，可以发现很多常人难以发现的财富运势。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能发财，主要是他们思虑太多，总是不能把握住挣钱的时机，加上大部分人在年轻时候的财富底气不足，不敢尝试一些具有风险性的项目，只有等到年过半百，身上的负担减轻，才会大展手脚。因此50岁之后，智慧线伸长的人会在财富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而且年龄越大，挣钱的机会就越多。13. 手掌厚实，掌心柔软。在传统手相学中，手掌的厚实及掌心的柔软和弹性通常被视为富贵命的重要标志。这类手相的人通常具有非常好的财运，他们不仅因为天生的智慧和聪明而容易赚取财富，而且他们的赚钱能力也非常强，使他们在商界或职场上表现出众。手掌厚实通常象征着稳健和力量，这样的手掌表明拥有者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强大的生存能力，能够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展现出惊人的承受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掌心的柔软和弹性则表明这个人在性格上通常较为温和，富有弹性，能够灵活应对变化，这在处理财务或商业事务时是极大的优势。此外，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思维敏捷，头脑清晰，具备出色的决策和策划能力，这使得他们在投资和理财上往往能够把握住机遇，最大化地增加财富。他们的直觉通常也非常准确，能够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做出明智的选择。最终，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可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积累大量的财富，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豪。他们的成功不仅仅建立在财务上，更是智慧和能力的体现。这种综合能力使他们在社会上获得尊重和认可，享有高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因此，这种手相不仅预示着物质上的富足，更是一种综合实力的展现。4种大坏人面相。
翻脸无情，见不得别人好，喜欢背地里使坏。眉骨突出，眉骨的高低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脾气好坏。如果在现实中一个人的眉骨长得较为高凸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暴躁和极端，整个人显得非常的情绪化，有着很强的攻击性，做起事来容易不顾后果，而且性情暴躁，往往是说翻脸就翻脸，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从骨子里来说比较的自私。很多坏人大多具备这个特征。眼神凶狠。俗话说得好，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透过一个人的眼神，最能表现出一个人真实的内心变化。如果一个人的眼神看上去比较的冷酷和凶狠的话，那么这种人的内心大多也比较的狠辣，内心缺乏善意。一旦有什么事情让他们不舒服的话，就会流露出很大的敌意。这种人大多内心凶狠，为人也比较的阴险狡诈，做起事来心狠手辣，报复心极强。所以身边如果有这种人的话，最好还是远离为好。鼻梁骨突出。在相学中，鼻子位于整个面部的正中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自尊、自我和自信。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骨中间部位长得高耸而突出的话，这种人大多心性比较的刻薄，特别的难相处，而且心胸狭隘，缺乏气度和包容心，凡事喜欢斤斤计较，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不依不饶，所以在生活中经常会与他人发生争执和争吵，并且这种人嫉妒心特别重，属于那种内心比较阴暗的类型，见不得别人好，喜欢在背后使绊子，而且报复心特别重。嘴角下垂。嘴巴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力和对于外界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嘴角下垂的话，看上去整个嘴巴就像一个小船倒过来一样，因此在相学中这种嘴型也称为腹船口。长有这种嘴相的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沉闷一些，属于内心比较自卑的一类人，有什么事情都喜欢憋到心里，考虑问题也非常的悲观和消极，凡事都喜欢往坏处想，负能量非常的重，特别的爱抱怨。这种人大多比较腹黑，喜欢在背地里使坏，如果一不小心得罪了他们的话，一旦逮到机会，一定会加倍的报复回来。6种不能轻信的男人面相。喜欢撒谎骗人，做事不择手段。眉毛杂乱。眉毛在相学中也称为交友宫，代表着一个人人际关系和性格脾气。如果男人的眉毛长得比较杂乱的话，这种人大多心性不定，内心比较的浮躁，做事缺乏定力，也不喜欢受到规则的约束，也没有太强的上进心，整天看上去游手好闲，还动不动喜欢乱发脾气，内心也比较的自私，做事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为了达到目的，喜欢撒谎骗人，可以不择手段，即使有机会摆在面前，也不知道珍惜，很难有什么大的出息。凸眼。所谓的凸眼，指的是眼球外凸比较明显，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最能表达一个人的真实内心。如果男人的眼睛长得外凸比较明显的话，这种男人看上去比较开朗，也非常的健谈，但实际上心胸比较狭隘，说话办事非常的不实在，凡事喜欢争强好胜，为人也比较的现实和势利眼，属于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类型，不知道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经常喜欢撒谎骗人，一旦发起脾气来，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做起事来不顾后果。鱼尾纹交错。所谓的鱼尾纹，指的是即使眼睛尾部的纹路，此处在相学中称为夫妻宫，代表着一个人的婚姻运势和感情态度。如果一个男人的鱼尾纹长得多而杂乱的话，这种男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开朗大方，异性缘比较好，而且交际能力非常强，善于用花言巧语来哄女生开心，为人非常的花心多情，对待感情不够专一，对待婚姻缺乏忠诚，一旦得到对方后却不知道珍惜。与这种男人相处的话，一定要小心谨慎。鼻梁不正。
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品行和自我，正所谓鼻歪则心歪。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长得歪斜不正的话，这种男人大多内心不正，心思比较的深沉，性格方面也比较的古怪，说话做事方面总是遮遮掩掩，让人看不透他们真实的内心想法，也判断不出来是非和真假，而且歪点子非常多，投机心理比较重。与这种人打交道，一定多长个心眼，不然容易吃亏。5. 腮骨太露。腮骨在相学中也称为反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坚持力和忠诚度。如果男人的腮骨长得过宽外露的话，这种男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固执和霸道，只要他们认定的事情，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反叛性和嫉妒心还特别的强，喜欢与人对着干，做事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缺乏诚信和忠诚，为了利益可以不惜一切，说谎骗人那都是常规操作，经常容易做出一些忘恩负义之事。6. 唇薄不匀。嘴唇薄厚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厚薄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嘴唇长得较薄且上下唇或左右唇薄厚不均匀的话，这种男人一般非常的自私，凡事都喜欢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口舌伶俐，从来不会吃亏，事事喜欢占据主动和主导。虽然平时看上去比较的热情大方，但实际上从来不会轻易透露自己内心的想法，也比较注重物质和情感方面的享受，对感情缺乏忠贞，做事缺乏坚持，喜欢玩手段，说话做事都非常的不可靠。第3, 6种穷苦之相。能力平平，缺少贵人，一生清贫压力大。1. 额头塌陷有杂纹。额头在相学中称为官禄宫或天庭，代表着一个人的聪明智慧、先天运势和事业财运等状况。如果一个人的额头生的塌陷无视或者杂纹较多的话，这种人大多智慧不高，但是野心很大，能力平平，思考力不足，做事缺乏规划和明确的目标，喜欢蛮干，而且非常的贪心，即使付出很多辛劳，最后却难有收获，一生清贫，生活压力比较大。2. 鼻尖无肉。在相学中，鼻子主财，称为财帛宫，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库大小、财路多少和财运好坏。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尖细无肉的话，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自我，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有着很强的金钱欲望和野心，但是内心过于刻薄，待人缺乏真诚，缺少贵人和朋友的助力，凡事只有靠自己，整天为了各种事情而计较不断，烦心事非常多，一生财运不济，挣钱困难，日子过得辛苦而劳累。3. 天仓凹陷。所谓的天仓指的即是额头两侧的太阳穴附近部位，在相学中代表着祖业和储蓄能力，也称为财库。如果一个人的天仓部位长得凹陷明显的话，这种人大多从小家境贫困，祖上基业浅薄，得不到家中的帮助，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争取，在事业上经常容易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难，事业上不得志，很难得到升迁的机会，发财的几率比较低，虽然一生辛劳，但日子过得却很苦。4. 眉毛断开。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脾气、人际关系和感情运势。如果一个人的眉毛中间出现中断的话，代表着坎坷不顺之意。这种人一般性格比较的冷淡，交际能力也比较差，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不喜欢与亲朋之间走动，六亲缘分淡薄，所以遇到困难时得不到帮助，在事业上能力和实力一般，缺少贵人的提携，事业发展比较困难，难成大事，赚钱非常的不容易，一生压力很大。5. 印堂有竖纹。印堂位于两眉之间，在相学中称为命宫，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气度大小和荣辱得失。如果一个人的印堂正中有一条深长的竖纹的话，这条纹在相学中称为悬针纹，也叫斩子纹。长有此纹的人大多性格比较的暴躁，脾气不好，
性情特别的古怪，缺乏耐心和坚持心，做事总是虎头蛇尾，遇到问题喜欢逃避和退缩，经常把在外面受的气发泄在家人身上，人缘不是很好，家庭关系也比较糟糕，很难获得很好的晋升和收入，日子过得比较艰苦。6. 小耳朵无肉。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福气、财气和智力水平。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小薄无肉的话，这种人大多智商不高，学习力和反应力不够，而且性格方面也比较的急躁，做事缺乏毅力和耐心，总是3分钟热度。而且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小气抠门，喜欢斤斤计较，只能占便宜，吃不得一点亏，很少有人愿意与这种人打交道，得不到贵人的相助，日子过得非常窘迫。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